他曾以为分手就能画下句点，没想到那只是噩梦的开始。一个曾说爱他的人，用火毁了他的未来，而法律却只让他坐牢12年。他失去了手臂、容貌、生活的尊严，却还要在网络上被人质疑、被人嘲笑。当深情变成控制，当拒绝变成原罪，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，在现实中爱与自由之间到底隔着多远的距离？奇怪的世界故事多 ，Hello， 我是琪琪。25岁的女孩小佳没做错什么，只是谈了一场恋爱，和平分了手。可她万万没想到，那个主动提分手的男人，在她答应之后，却变本加厉的纠缠、尾随、威胁。直到某天，他拎着一瓶汽油闯进办公室，说出那句“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”，然后当众点火。小佳全身60%烧伤，面部毁容，左臂截肢。可一审结果仅判了凶手12年。更荒唐的是，受害人还遭到了网络暴力。这场从分手开始的燃烧悲剧，不只是感情纠纷，更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对的安全警钟。今天我们必须讲清楚它。时年25岁的小佳在湖北恩施一家公司做财务工作。她平日里性格温和，为人低调，但最近几个月，她的生活却被一件烦心事持续困扰着。她的前男友小光，自从3个月前2个人分手后，便开始频繁地骚扰她。起初，因为小佳曾经借给他2万块钱的原因，当小光发微信找他时，他还会礼貌地回一下信息。可渐渐的，小光居然开始用自我了断的语言来威胁小佳复合，到后来干脆直接出现在他的公司门口，甚至在他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上等着他，只为求复合。很明显，小光的执着已经越过了界限，变成了持续性的纠缠和骚扰。尤其是近期，小光几乎每天都在他公司附近徘徊，不停打电话发短信要求见面沟通。小佳感到极度不安，她开始不敢一个人下班回宿舍，甚至出现失眠、焦虑的症状。无奈之下，2023年10月18日，她选择了报警，希望借助警方的力量，让小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早已构成了对她生活的侵犯。警方的调解从上午一直持续到下午，他们对小光进行了口头训诫，小光还写下了不再骚扰小佳的保证书。然而这份保证书并没有带来实际的安全保障。调解结束后已经是下班时间，小佳回到宿舍，心情却并没有因为调解而得到平复。坐在床边，她陷入长时间的沉思，这个男人真的会就此放过自己吗？为了安全起见，小佳开始考虑离开恩施，暂时躲一躲。她拿起手机拨通了闺蜜小英的电话，电话那头，小英听出她声音中的慌张和疲惫，连声劝她赶紧离开。我也想赶紧走啊，小佳叹了口气。可是明天公司还有一个重要会议，我必须出席，我打算等会议一结束就请假，立刻走。此时的小佳怎么会想得到，小光在调解结束后竟然尾随她回到了宿舍。她与闺蜜的通话全部都被躲在门外的小光偷听到了。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，小佳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了公司办公室。她没有意识到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正在悄然逼近。小光不知从哪里冒出来，神情冷漠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她。她穿着一件卫衣，低头快步走来，右手从兜里掏出一个瓶子。小佳一眼扫过去，以为他拿的是饮料。忽然，小光加快了脚步，眼神中透露出不寻常的狠意。小佳猛地一惊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他已经冲到了他面前。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要好过。一句话落下的瞬间，小光将瓶中的液体猛地泼向他，刺鼻的味道迅速扩散开来。小佳本能地抬手护住脸，惊恐地跳起身试图逃离，可小光根本不给他机会。他一把抓住他的衣服，然后点燃。小佳身上燃起了熊熊火焰，他想往外跑，可这时候门却打不开。情急之下，他趴在地上试图扑灭火势，死死护住自己的脸。他大声呼喊了几声，但没有人来。不久后，小佳便陷入了昏迷。就在这惨烈的一幕发生时，办公室的4、5名同事早已吓得四散奔逃。有一名男同事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小光盯着他，冷冷威胁道：
你要是不想死，就赶紧滚出去。男同事仓皇逃出办公室，惊魂未定，只得喊来另外一名同事，两个人拿着一根铁棍站在门口，不敢进去，也不敢离开。就这样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小佳在剧痛中醒来，她发现自己还躺在办公室的地板上。她用虚弱的声音哭着对小光说：“你不能这样，把自己也害了。”也许此时小光面对昔日的爱人还残存着最后一点良知，他将小佳身上的火扑灭，把她抱出办公室，然后要求公司同事帮忙联系救护车，有协助将小佳抬上公司的车辆，紧急送往医院。在车上，小佳神志尚清，她浑身剧痛，尤其是脸上，仿佛火仍在燃烧。我脸怎么样了？她哽咽着问。小光低着头看着她，沉默片刻，只轻轻说了一句：“你脸没事儿。”又不知过了多久，在车辆行驶至白杨平镇街上时，遇到接报前来的警车，小光随即被抓获。谈恋爱、分手，本该是两个人的私事，了断也应该体面。可两个人之间究竟经历了什么？又是什么让小光歇斯底里到如此地步？小佳来自湖北恩施，父母都是普通农民，她还有一个妹妹。很不幸的是，她的妹妹患有智力障碍和癫痫，需要家人长期照顾。但这样的困境并没有冲垮这个家庭，反而让这一家人更加团结。小佳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，见惯了父母间的理解与扶持，也早早地承担起了姐姐的责任，照顾妹妹，操持家务。在对待感情上，小佳看得更重的是责任感。她并不那么在乎对方的学历、家庭条件，只想找一个踏实的人共度一生。2017年，小佳还在读高中，那年她认识了小光，两人起初只是普通朋友，交集不多。但几年后，小光主动靠近，关心她，照顾她，嘘寒问暖，小佳逐渐被打动。2020年前后，两人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。不久后，小佳考上了湖北第2师范学院会计专业，而小光则在外地从事工程工作。从此，两个人便开始了异地恋。相聚的时间不多，但小佳仍觉得感情足够支撑他们走下去。随着了解的深入，小佳逐渐知道了小光的成长经历。小光也来自农村，父母在他年幼时就离了婚，他和兄弟跟着父亲生活，平时是由爷爷奶奶带大。他和母亲很少来往，节日偶尔见面。这样的家庭背景让小光显得有些孤僻，情绪不太稳定。有一年过年，小佳买了点烟花，想图个热闹，没想到却被小光责骂浪费钱，还爆了粗口。那一刻，小佳有些懵了。毕业后，小佳进入职场，他们的感情也像大多数情侣一样，开始有了摩擦，吵架、冷战、分手、复合成了常态。每次都是小光低头认错，接他下班，两人很快又和好如初。一开始小佳也很吃这一套，不是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吗？情人总是分分合合。可这种反复真的是哄一哄过去了就好了吗？2023年正月15日，两人感情出现了转机，双方父母见了面，希望能更进一步了解对方家庭，结果却不太理想。小佳的母亲不太满意小光，觉得他性格太沉闷，什么都憋在心里，将来容易出问题。这场谈婚论嫁的序幕反而成了转折点。2023年7月，小佳正在工作，小光突然以不合适为理由提出分手。小佳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反复确认后，小光却回答得异常坚定。是的，最初提出分手的不是小佳，是小光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在小佳接受分手后，反悔的却是他。此后的3个月里，小光持续纠缠，甚至对小佳动手，直到最终酿成惨剧。小佳全身多处烧伤超60%，呼吸道烧伤，并有贫血、低蛋白血症等。她身体的损伤程度被评定为重伤1级，手功能丧失伤残程度为5级，全身体表多处疤痕伤残程度为6级。她无法再工作，生活也无法自理，身心都陷入了漫长的黑暗。那么这场蓄谋已久的灾难之后，这罪魁祸首小光是否真的为此付出了应有的代价
2024年6月，检方以故意杀人罪对小光提起公诉。在一审庭审现场，小光对泼油焚烧的事没有异议，但坚称自己是临时起意，没有预谋。小光说他从未真正想和小佳分手，主动提分手只是想引起他的注意。他尾随小佳回宿舍，听到他似乎在与其他男性通话，顿时醋意大发，继而心生怨恨。当晚他在附近宾馆开房，回家取来水果刀，并从摩托车上取出1瓶半汽油，伺机报复。庭上，小光的辩护律师提出，他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，主张从轻处罚，并称小光案发后拨打120并协助送医，具有悔罪表现，不应当判处死刑。2024年12月31日，恩施市人民法院一审宣判，小光犯故意杀人罪未遂，判处有期徒刑12年。判决结果公布后，小佳当场愣住，他曾反复设想法院会如何定罪量刑，但无论如何，他都没想到这个数字竟然是12年。案发后几个月，小佳仍在接受康复治疗，每一次换药，纱布与血肉撕扯的疼痛如凌迟，医院楼道里回荡着他的惨叫。他昏迷了1个多月，接受10余次植皮手术，住院半年后才出院，现今仍在与后遗症抗争。他的奶奶因为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而离世，患有癫痫症的妹妹也因为这场意外不得不暂停治疗。小佳将自己的遭遇发布到了社交媒体上，引发广泛关注。大量网友对12年的刑期表示愤怒，12年后出来还可能再结婚，被毁容的一辈子就要活在阴影里了。支持重判，支持死刑，这些评论都获得了近1000的点赞。甚至有人喊出，这样的轻量刑会让大家更恐惧结婚。公众舆论在微博、小红书、豆瓣等平台迅速发酵。与此同时，小佳向恩施市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抗诉申请，强调小光从未真正悔过。案件进入2审阶段，舆论与正义的较量再次展开。大家还记得小光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吗？他使用威胁、报复性话语，尾随小佳，偷听电话，有预谋藏汽油在衣服里。在作案后，他也并未主动报案，而是等小佳求助后才将火焰扑灭。一审时，他对小佳的伤残也并没有表示歉意，反而当庭威胁说，等我出来让你们看看什么是杀人犯。再看看小光家人的表现，案发后他们仅去过1次医院，支付了5.9万医疗费，而小佳的医疗费已经超过150万元。4月22日早上9点，2审庭审如期开庭，小光再次站在法庭上，辩解道自己从未有杀害小佳的意图。他解释称，自己在1审时那句等我出来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杀人犯，只是出于一种自暴自弃的情绪。因为当时被判了12年，他的内心充满了绝望与愤怒，才会口不择言。当轮到他做最后陈述时，他说，对不起，我的冲动给小佳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，等我出来后我会积极赔偿他。法官没有当庭宣判，小光被法警带出法庭。其实在中国，因为感情纠纷引发的极端伤害事件并不鲜见，不少案件真的是令人发指。比如2010年福建厦门女子黄某与男子分手后被尾随，男子购买高浓度不明液体泼向她全身，导致她50%以上烧伤，面部毁容，视力严重受损。该男子最终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。再比如2013年24岁的广州女子阿珊提出分手后，被前男友堵在出租屋门口泼不明液体，造成脸部与胸部大面积烧伤，从此一生戴着面具生活。行凶者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。类似的案件还有不少，令人心惊。但回到这起案件，这还不是最令人心寒的部分。一审结束后，小佳觉得判决太轻，一时心急，在网上发了视频求助，也试图记录自己的康复过程。他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希望有一天小光能看到他是如何一步步从绝望里爬起来的。只是他没想到，3年前自己无意间发的一句玩笑话成了网络暴力的导火索。当时他在一条评论里回复朋友说，我才不跟他一起，我有一群小弟弟。就是这样一句轻松的玩笑话，被人断章取义成他有很多异性朋友，一时激起千层浪。有人骂他
活该。有人问他，你那群弟弟现在还来看你吗？甚至有人恶毒的留言，还吃油泼面吗？你的脸还能刷脸支付吗？他试图解释，还拉上闺蜜小英出面澄清，可惜越解释越陷入泥潭，流言愈演愈烈，从彩礼、情史到医疗费，各种谣言层出不穷，编得绘声绘色。甚至他给母亲注册的社交账号也开始不断收到骚扰私信，越挣扎声音越小，而外界的恶意却越滚越大。截止目前，法院尚未宣判二审结果。听完这个故事，你觉得12年真的够了吗？如果换成是你，面对这样的纠缠的前任，你能保护好自己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，不要忘了订阅、赞好和分享。奇怪的世界故事多，我们下期见。